94级孔德明为什么能逼死99级叶溪水？为何连玄老也不是其对手？他的最强一击真的达到神级了吗？孔德明登场之时，凭94级实力就能震慑住99级叶溪水，直接打破了魂师界等级压制的铁律。更夸张的是，他的最强一击甚至触及到神级门槛。孔德明是作为全大陆公认的第一魂导师，当世唯一摸到10级魂导师门槛的魂导界泰斗，并且他还拥有着双生武魂，主武魂是顶级空间属性武魂银月，第二武魂原著中没有明确说明是什么。因他身负日月皇室血脉，所以第二武魂极有可能继承了皇室独有的太阳武魂。因为太阳武魂能为他提供远超同级别魂师的魂后魂力与精神力底蕴，所以他才能完成那超越人类战力极限的终极一击。前期的孔德明几乎全程隐于供奉堂的深层实验室中，是日月帝国最神秘的幕后大佬。叶溪水赖以成名的死神魂导器核心部件，日月皇家魂导师团的制式人形魂导器都是出自他的手笔。这一阶段的他更像一个技术天花板，只负责拔高日月帝国的魂导科技上限。连99级的死神斗罗叶溪水也忌惮他的魂导器能力，直到徐天然决心彻底清剿圣灵教，布下死局围杀叶溪水，孔德明才第一次正式展露自己的实战能力，也彻底刷新了所有人对顶级魂导师的战力认知。孔德明深知极限斗罗的肉身与魂力上限，普通魂师军团根本无法将其斩杀，所以他设计了一套无解围杀体系。他耗费无数心血，造出了高能压缩阵列魂导器围攻叶溪水，并用10级魂导器锁死整片空间，断绝叶溪水所有逃生路径。叶溪水拼尽全力使出所有压箱底绝学，却始终没能突破结界半步。因为孔德明的10级魂导器银月神光罩牢牢锁死了空间，所以被逼入绝境的叶溪水只能铤而走险遁入地底，却正中圈套，被10枚魂导炮炸成重伤，导致其最终殒命。能把99级的死神斗罗逼到这般地步，核心原因就是孔德明的空间掌控与魂导布局完全克制他的能力。孔德明不靠蛮力硬拼，而是用顶级魂导体系硬生生锁死了极限斗罗的所有操作空间。如果说围杀叶溪水体现的是他的布局能力，那星罗城大战硬汉饕餮斗罗玄老就是他个人战力的极致证明。99级的玄老开启千米饕餮神牛真身，本打算一举冲散日月大军阵型，可孔德明只是抬手放出银月神光罩，就将玄老困在其中。之所以这一招近乎无解，是因为银月神光罩的核心并非魂力防御，而是空间泄力，最终玄老只能无奈撤军。极限斗罗的荣光在魂导黑科技面前彻底失色，最能体现孔德明战力上限的，当属他与霍雨浩的终极对决。因为此时的霍雨浩已晋升超级斗罗，实力强悍无比，所以这次孔德明毫无保留打出了毕生唯一的终极绝杀银月神光波。在他的定义里，这一击已经达到了11级魂导器的层级，是彻底超越凡人极限的神级攻击。只可惜这最强光波被霍雨浩的极致之冰凝聚的冰镜折射到空中，很多人觉得霍雨浩轻松用冰镜折射了攻击，就代表这一击威力有限，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。霍雨浩之所以能化解攻击，纯粹是靠极致之冰的冰雪法则搭配光线折射原理取巧，绝非正面硬抗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倘若这道光柱正面命中霍雨浩，哪怕他身怀双生武魂、极致之冰与多重魂灵加持，也会瞬间陨落，根本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。孔德明用实力证明，顶级的魂导科技完全可以跨越等级鸿沟，哪怕他不是极限斗罗，也照样能完成压制与反杀。